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一本在修行界堪称奇书的传记《阿姜曼尊者传》。这本书的作者是泰国近代赫赫有名的大阿罗汉阿姜摩诃布瓦，而书里的主角正是他的恩师，被誉为泰国近代最伟大的圣僧，森林派的开山祖师阿姜曼尊者。在这本书中，他的弟子摩诃布瓦如实记录了阿姜曼尊者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吃人的猛虎同住，与暴躁的鬼神对话，以及如何展现出他心通等不可思议的特异功能，最后修成圣果的传奇一生。那么这位传说中的阿姜曼尊者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修行之路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个故事就得从19世纪末说起。1870年的泰国可不像现在到处是突突车和便利店，那个时候的泰国80%的土地都被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覆盖着，可以称得上人类的禁区。咱们现在觉得森林是天然氧吧，但在那个年代，森林就是死亡的代名词，里面有那种凶猛的孟加拉虎，有成群结队、脾气暴躁的野生大象，还有让人闻风丧胆的疟疾。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阿姜曼小时候就很聪明，性格也特别刚烈，也很有主见。他15岁就当过小沙弥，后来因为家里穷，就还俗去帮家里干了2年的农活。但是他的心根本不在庄稼地里，心里总有个声音在喊，我要出家，我要去找真理。于是在他22岁那年，他又重新剃度正式，成了一名和尚。一般的和尚出家是为了图个清净，或者是为了学点经文，将来好混个住持的位置，然后接受供养。但阿姜曼不一样，他一出家就跟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走出了村子，来到了一片原始丛林里。那林子密的连只兔子都进不去，但是他硬是钻了过去。进去之后就看到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在这平原上躺着一棵巨大的已经死掉的树。阿姜曼在梦里就爬到了这棵树上，他站在上面，心里突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棵树已经死了，就不会再发芽了。这就代表他这一辈子如果修得好，就能彻底断掉轮回，再也不用像这棵树一样是生了死，死了生。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一匹高大的白马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就跑到了他面前。阿姜曼是二话不说就骑上了马，这马就带着他在平原上狂奔，最后就停在了一个极其精美的柜子面前。阿姜曼看到柜子就心想，这里面肯定有宝贝，我得打开看看有啥好东西。结果他刚下马准备去开柜子的时候，梦就醒了。醒来后的阿姜曼就根据梦里的征兆开始琢磨，他明白了，这白马代表的是行，也就是实修。只有靠实修，像梦里的白马一样不知疲倦的奔跑，才能跑到真理的面前。而打不开的柜子代表的是书本上的知识，也就是教理。这意思是说，阿姜曼这辈子的成就只能是不读书不当学者，而是要去实修。有了这个梦的指引，阿姜曼就开始对自己进行魔鬼训练。他给自己定了一套规矩，这就是著名的头陀行。第一，就是只穿别人扔掉的破布缝成的袈裟，绝对不穿信徒供养的华丽衣服。第二，每天必须出去乞食，哪怕是生病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去要饭吃。第三，就是一天只能吃1顿饭。第四是只能在玻璃吃饭，就是吃饭不能用盘子和碗，要来的食物不管是饭还是菜还是汤或者是甜点，全部都要倒进一个玻璃，搅拌在一起食用，这叫断贪欲。而且他还发誓要一辈子住在森林里，远离舒适区，这也就是泰国佛教的森林派。在早期的修行中，阿姜曼还有个老师叫阿姜索，这个也是个奇人。他有个特异功能，就是他打坐的时候身体会飘起来，而且他的性格特别温和，修行的路子也是稳稳当当。但阿姜曼完全不一样，阿姜曼的性格就像是一匹野马，他的心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然后他去问老师说，自己这打坐的时候总是能看见地狱里的鬼，看见天上的神，这可咋办？阿姜索也是一脸懵，然后对他说，徒弟啊，你的心太狂野了，我这辈子修的是独觉佛的路子，咱们的路数不一样，我教不了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一下老师阿姜索也不教他了，就全靠自己摸索。他摸索的过程那也是相当危险的。有一回他打坐的时候，就看见秃鹫和野狗在抢食一具尸体，但是他没被吓跑，反而是盯着尸体看，看着看着这尸体就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圆盘。
然后这圆盘又变成了高山，变成了宫殿，变成了大船。阿姜曼就看了整整3个多月，结果变得神经兮兮的，差点就走火入魔了。后来他才反应过来，修行是往里看，看自己的心，我这天天往外看，这肯定不对啊。于是他赶紧把注意力收回来，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这才算是找对了路子。在掌握了基本的修行方法之后，阿姜曼就做了个决定，他要离开老师，往中部走，去那些传说中更危险、更神秘的地方寻求突破。后来他就在曼谷的一座寺庙里躲了一个雨季，雨季一过，阿姜曼就背着他的小帐篷，一头扎进了纳空纳玉府的山区。他的目标则是一个叫做萨里卡的洞穴。这个萨里卡洞穴在当地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凶宅。当阿姜曼来到山脚下的村子，跟村民说要去那个山洞的时候，村民的脸都吓白了，就对他说，那个洞里有个巨大的恶灵，是这一片的山大王，脾气非常暴躁。以前有不少和尚跑上去要降服这个妖怪，结果不是被吓疯了，就是莫名其妙的死了。村民们是苦口婆心的说，你这么年轻可别去送死。但阿姜曼可不管这些，就对村民们说，我这人命硬，我就想进去看看，如果真有危险，我再跑出来也不迟。村民一看劝不住他，就只好硬着头皮把他送到了洞口。阿姜曼住进这洞里的前几天是风平浪静，什么怪事也没有，他还以为是村民吓唬他呢。结果没过多久，他就生了一种奇怪的胃病，身体眼看着就要垮掉了。他就找村民弄了点草药，吃了几天，发现没用。这时候一个极其疯狂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就想，我吃了药也没好，这就说明这药不对症，或者是这病根本就不是药能治的。既然如此，那我干脆就不治了。我是个修行的人，如果连这点痛都受不了，将来死的时候痛苦比这大10000倍，还能指望解脱吗？于是他把所有的药都扔了，发了个毒誓，说从今天起我就只靠法来治病，要么身体康复，要么就死在山洞里。到了晚上，他忍着剧痛开始打坐，不再关注身体的疼痛，而是直接观察自己的心，观察这个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又是谁在痛。就在他这种极度专注的状态下，他突然就进入了一种宁静的状态，身体的疼痛瞬间消失，就像从未生过病一样。紧接着他看见了一个全身黝黑的高大男人，手里拿着一根像大腿那么粗的铁棒，气势汹汹地走到阿姜曼面前，然后大吼一声说，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和尚，赶紧滚，不然我就一棒子把你砸进地里。阿姜曼要是那时候跑了，估计这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是他没有逃跑，而是非常冷静地问那个男人，我这1没害人，2没放火的，我就是个来修行的和尚，你为什么要杀我呢？巨人说，我可是这一代的大王，我有权处置任何闯入者。然后阿姜曼笑着说，你只有害人的权利，你有去贪去嗔的权利吗？你有战胜自己心里邪恶的权利吗？你拿个棒子吓唬人，你这叫造业，你以后是要下地狱的。我不怕死，但我死是为了法，但是你杀我却是为了恶，你好好想想吧。这男人听阿姜曼这么说，就直接愣在了原地，然后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他就恭恭敬敬地对阿姜曼行了个礼，然后说，师父啊，我服了，我刚才那是吓唬你呢，我是这一代的首领，以后在这一片我罩着你。从这以后，萨里卡洞穴就变成了阿姜曼的会客厅，不管是神仙还是鬼怪都排着队来听他讲法。但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才是真正丛林里的王者老虎。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防护的原始森林里，一只几百公斤的食肉猛兽，那可是比鬼怪更恐怖的存在。但是面对老虎，阿姜曼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方法。他的理论是，怕什么就去面对什么。怕老虎，那就去老虎出没最频繁的地方打坐。只有在被老虎盯着的时候，心才不敢乱跑，才不会胡思乱想。因为一旦走神，那就直接成为老虎的晚餐了。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阿姜曼的一个弟子的胆子特别小，也特别怕老虎。阿姜曼心想，这点出息怎么修行，于是就把他赶到了一个全是老虎的山洞里。到了晚上，周围全是老虎的吼叫声，他就只能坐在山洞里，打算念佛陀的佛号来缓解恐惧。结果因为太害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佛陀的佛号念成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结果是越念越害怕，然后真的听见有老虎走过来的声音，他就心想，反正都是死，与其被咬死，不如把自己交给佛法。于是彻底放弃了对身体的执着。结果就在那一瞬间，他就进入了深度的禅定。
在这个状态里，他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声音，甚至连老虎、连他自己的身体全部都消失不见了。等他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的时候，往地上一看，就在他打坐的周围的地上全都是老虎的脚印。也就是说，昨天晚上真的有老虎出现，但是因为他进入了深层禅定身上散发出的气场，让老虎没敢动他。不过这种训练法也是有代价的，书里也提到，确实有运气不好的和尚在森林里被老虎给吃了，或者得了疟疾死掉了。但这森林派修行者呢，把这看作是光荣的牺牲，是为了真理献身。阿姜曼也经常对弟子们说，如果你怕死，你就别来修这个法，要想舒舒服服的过日子，那就去庙里当个念经的和尚，别在森林里丢人现眼。但是森林里的考验可不仅仅是老虎，有时候人心比老虎更难度化。阿姜曼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呢，就遇到了一群把他当成了妖怪的人。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偏远的村里，村民们看他整天都是闭眼打坐或者是低头行走，看着就跟一只老虎一样，再加上对佛教的一无所知，就都以为他是老虎变成的妖精。村民就琢磨，这个老虎精怎么不吃人呢？最后他们决定派个胆子大的上去盘盘道。这个村民代表走到阿姜曼面前，问他，你整天不是闭着眼坐着，就是走来走去，是在找什么东西吗？阿姜曼想了想，这些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佛教，要是跟他们解释，那肯定是对牛弹琴。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就对村民说，我的佛陀丢了，我在找佛陀呢。这村民们一听就好奇地问他，佛陀是什么呀？很值钱吗？阿姜曼就说，这佛陀可太值钱了，是这世上最珍贵的宝石，要是找到了它，就能看见天堂，看见地狱，甚至还能看见死去的亲人。村民听他这么说，是更好奇了，就说这么好的东西丢了，真是太可惜了。就问他，这个佛陀长什么样子，是什么形状的呢？阿姜曼就回答他说，这宝贝不大也不小，它就在我们心里。你要是想找到它，其实也不难，你就跟我一样，心里默念佛陀，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体里，说不定你们能比我先找到。这群单纯的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想着还有这种好事呢，找到这个佛陀就能看见死去的亲人。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不干活了，全都模仿阿姜曼的样子找起了佛陀。这念着念着，神迹真的就发生了。村里有个男的念了几天的佛陀，突然有一天心就静了下来，进入了禅定。他看见阿姜曼在他头上放了一根巨大的蜡烛，那蜡烛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村子。他出定之后，不仅觉得神清气爽，而且竟然还有了读心术这个特异功能。他就赶紧跑去对阿姜曼说，你骗人，你的佛陀根本就没丢，我能看得见，你的心里亮的跟太阳一样，你根本不是老虎变的，你就是圣人。在村子住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阿姜曼把这些本来充满杀气和愚昧的山民全都给教化成了虔诚的佛教徒。1年之后，阿姜曼觉得缘分尽了，是时候离开了。村民们得知消息后是死活不让他走，有的甚至威胁说，你要是走，我就死给你看。阿姜曼也是没办法，就给他们讲了聚散终有时的道理，这才脱身离开了村子。随着阿姜曼修行的深入，他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后来他甚至不需要说话，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眼前人昨晚做了什么梦，心里藏着什么龌龊的想法。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有个和尚慕名而来，要拜阿姜曼为师。这和尚看着很壮实，长得也挺精神，阿姜曼也没多说什么，就收下他了。结果到了第2天早上，阿姜曼就黑着脸生气地指着这个新来的和尚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来这儿修行的，还是来表演杂技的？昨天晚上你跑到我面前，对着我又是打又是踢的，你是想打死我吗？这新来的和尚也是一脸懵，然后说，我哪儿敢呀，我昨晚就在自己屋里睡觉，哪儿也没去啊。接着阿姜曼就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你以前是不是当过拳击手？你是不是还在怀念你的擂台呢？这新来的和尚就说，真是神了呀，我出家之前确实是个泰拳选手，昨天晚上我虽然人在睡觉，但我心里确实在想着以前打拳的那些事儿，然后还从包里掏出一些他以前打拳时候的照片，所以他在心里还是舍不得那个擂台。然后这个和尚就把照片都烧掉了，一心一意的跟着阿姜曼修行。
除了能读出人的想法，阿姜曼还能读出非人类的心思。这书里写了一段他在清迈的一座山上跟一条娜迦的较量。阿姜曼当时住在一个叫清道洞的地方，这个洞里还住着一条成了精的娜迦。这娜迦的性格特别差，动不动就发脾气。有一天晚上，阿姜曼在经行的时候，就听到娜迦在心里骂他，说你这个臭和尚走路咚咚的，像没驯化的野马一样，震得整个山都在响，你能不能轻点？阿姜曼听到后就像猫一样静悄悄的走。结果这娜迦又骂着说，你这和尚鬼鬼祟祟的，跟个抓鸟的贼一样，哪像个出家人。反正就是不管阿姜曼怎么做，这娜迦都能挑出毛病来。有时候阿姜曼睡觉翻个身或者打个呼噜也要骂上几句。虽然天天被骂，但是阿姜曼也没有发火，而是找了个机会在定中跟这条娜迦来了一次灵魂对话。阿姜曼就说，我来这是为了修行，为了众生，这其中也包括你。我是人，我有身体，走路必然有声音，睡觉也必然有呼吸，这都是自然的规律，你为什么非要盯着这些事儿呢？你虽然是神，但是你心里装了这么多愤怒，再这样下去以后会堕落的。最后娜迦也承认是自己的业障太重，控制不住这个挑刺儿的毛病。还有个故事讲的是阿姜曼的大弟子，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阿姜摩诃布瓦，他不相信阿姜曼有读心的本事，就想试探一下。有一天他就在心里想，师傅呀，你要是真的能说出来我心里想什么，我就服你，给你磕头。结果那天晚上的集会，阿姜曼坐在台上死死地盯着摩诃布瓦。摩诃布瓦当时就感觉自己像一只被老虎盯上的兔子一样。然后阿姜曼就大声地说，有些人不仅蠢，而且还很猖狂，自己修行修的是一塌糊涂，还要试探我。你连自己的心都管不住，还想来管我的心吗？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装了多少垃圾？摩诃布瓦听到这些话，羞愧的是当时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试探师傅了，甚至连一点坏念头都不敢有。阿姜曼尊者的一生虽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不过人固有一死。到了1949年，此时的阿姜曼已经79岁了，他的身体开始迅速衰败，但是他拒绝吃药。他就说，我这病是治不好的，这是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我已经是个快要死掉的人，就不要浪费药了。但是此时的他依然坚持每天都出去化缘，直到最后实在走不动了，才不得不停下来。但是在临终前，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当时的阿姜曼住在一个叫班农菲的小村子里，这村子在深山，非常的偏僻，村民们也是把他当活佛一样供着。有天他就对村里人说，我的身体快不行了，我快要死掉了，但是我不能死在村子里。村民们听说他要走，就都跪在地上求他留下，甚至还说，师傅你要是死就死在我们这儿吧，我们砸锅卖铁也要给你办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但是阿姜曼非要让人把他抬到几十公里外的大城市沙沟纳空，他就说这个村子连个菜市场都没有，我要是死在这里，到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我的葬礼，你们拿什么招待呢？你们肯定会杀猪宰羊，杀鸡宰鸭，因为我的死要让那么多动物陪葬，我于心不忍啊！我不想在最后时刻变成动物们的仇人，你们就把我送到大城市去吧，那里有市场，有现成的肉，不用为了我杀生。于是一场悲壮的搬家开始了，几百名和尚加上无数的村民抬着阿姜曼尊者浩浩荡荡地走在山路上，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去就是永别了。在路过一个叫班普的寺庙时，阿姜曼的病情加重了，他几乎是吼着对弟子们说，快点走，我不要死在这里，我要死在沙沟纳空。最后队伍终于把他送到了沙沟纳空的苏塔瓦寺。就在到达后的那天晚上的凌晨2点23分，阿姜曼尊者没有痛苦和挣扎，安安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阿姜曼的火化仪式是在一个晴天的夜里进行的，就在火把点燃柴堆的那一瞬间，天上却飘来了一朵云，这朵云就对着火葬台下了一场细雨。这雨也不大，就像是雾一样，轻轻地洒在火堆周围，持续了大概15分钟。雨停后，月亮又出来了，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惊讶，说这是神迹，是天上的神仙来给尊者送行了。火化结束之后，人们开始收集白骨和骨灰，但是阿姜曼尊者的骨灰分给各地信徒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让现代科学都解释不了的事儿。
有一位拿到了骨灰的信徒，他有一天打开盒子一看，那些原本疏松的骨头碎片竟然变成了像水晶一样透明的石头，有的变成了珍珠色，有的变成了琥珀色，而且质地坚硬，晶莹剔透。更神奇的是，有的人拿了2颗诚心的供奉，过段时间一看变成了3颗，有的人心不诚或者没保管好，就只剩了1颗，甚至还有2颗合体变成1颗大的。这事儿在当时的泰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无数人都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故事讲到这儿，阿姜曼尊者的传奇一生也就画上了句号，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依然在影响着无数的人。那么今天的故事也就到这里吧，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